大家好，欢迎收看《行影柏林》。位于全国最黄金的地段，一块17000平米的土地，20年时间，其地价能翻多少倍呢？当然，这样的说法也许只在咱们房地产至上的经济发展节奏下才会涉及。不过，世界上还真有这么一个国家，在其首都最黄金的地段，规划20年的时间，还花费了8个亿人民币，建设出了一个老百姓最喜欢的免费图书馆。难怪说这个国家不差钱又有文化。没错，这就是芬兰。这座免费图书馆就是芬兰庆祝百特沙俄独立100周年的国家纪念碑。众所周知，芬兰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国家，全国仅有550万人口，但却拥有着730座图书馆，而每年图书的借阅量更是达到了6800万册。在全球图书馆面临削减预算、用户数量减少和关闭的情况下，芬兰却正在逆势而上。那为什么芬兰人会那么热衷于去图书馆看书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芬兰全国84%的人口都是城市人口，而且由于气候寒冷恶劣，图书馆不仅仅是学习、阅读和借书的地方，更是芬兰人社交聚会的重要场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国家议会对面的奥迪图书馆，其名字本身是歌颂的意思，是作为知识、学习和平等的赞歌。奥迪图书馆的目的也是为公民和游客提供一个自由空间，可以积极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在芬兰有法律保障，图书馆促进终身教育，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民主和自由言论，而图书馆更是芬兰人对教育、平等和公民权利的最佳体现。奥迪图书馆不仅仅只有图书借阅，同时还有音乐和视频工作室、3D 打印和激光切割，甚至缝纫机等各类生活工具等。可以说这才是最牛的共享经济的体现。另外还有电影院、会议舞台和咖啡厅、餐厅，除了咖啡厅和餐厅，其他所有都是免费的。所以奥迪图书馆对于所有芬兰人及游客来说，就是一个免费的城市客厅。我们都知道，规矩越多，毛病就越多，所以这里没有门卫，没有保安，也没有安检，更是体现出对国民及游客的完全信任。而且无论穷人、富人还是流浪汉或难民，都可以自由自在的随意进出，也体现出了平等自由的基本人权。所有人在图书馆里都特别的随意，跟在自家的客厅别无两样。奥迪图书馆以最先进的设计和理念，甚至颠覆了很多人对图书馆的死板观念。也许我们常见的图书馆就好像鬼片现场，阴森恐怖，死气沉沉，但奥迪图书馆却完全不同。图书区书架只有3层高，而且都是真实的书籍，两边则是通透的玻璃围墙，创造出了纯天然的最佳阅读区。别看书架上仅有10万本书籍，而更多的图书都可以通过图书机器人检索借阅。奥迪图书馆还有一项决定，就是不将儿童与成人的书籍分开。他们认为儿童带入这个楼层的噪音是积极的噪音，这让我们可以听到未来。奥迪图书馆除了图书以外的所有附加功能都是由全体公民投票决定的。尽管在你看来这座图书馆似乎有点不务正业，但它却是芬兰仅次于饮用水后评价第2高的公共服务项目。在赫尔辛基的黄金地段，面对着芬兰国家议会，让所有人与议会议员平起平坐。最关键还投资花费了1个亿欧元，居然是民众抗议最小的公共项目。但从奥迪图书馆就可以看出来，什么是最有文化的国家，什么是最幸福的国家，什么是最不差钱的国家，什么是人权至上的国家。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呢？当然是看书、休闲、娱乐、休息、社区聚会、交谈和联系的地方。如果有天堂，天堂或许就是图书馆的模样，你觉着呢？来自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